而且我杀他，那叫正邪两正，天经地义。我阿爹最后跟他接触的人是谁？一个女子，她和孤剑仙抢先我们一步到。她和叶鼎之贴面说了一句话，叶鼎之就拔剑自刎了。果然，我把过你的脉，你的功力所剩不到2成。若是被想杀你的人知道就不好了，所以你还是先回雪月城疗伤吧。你去哪里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对不起，没经过你的允许就碰了你的剑，他们有些脏了，我帮你擦了擦。谢谢。好久不见。你没有回过头，不还是等于没见？那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。我也不是肤浅的人。可我是。自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喜欢上了你。这么说来，我也是这样。对不起，当年望城山让你练成绝世之剑以后再相见，可我没有想到这一剑之约，竟浪费了你这么多年的好时光。好时光，在这些好时光里，你本应该遇到很多人，有的人你会喜欢，有的人你会讨厌，还有的人会跟你相伴一生。我这一生遇见你一个，知足了。可我已经嫁给他了。如果当年先遇到你的人是我，结局会不一样吗？不会的，我一定会先遇到他。有些事情就是注定好的。对不起，虽然我走火入魔了，可我还记得我说的那些话，那些话不是真心话，那些事也不该怪你。反而，我应该很感激你。可我还是那句话，有些事情都是注定好的。再见。韩姨还没有消息，真想亲自去找她呀。最近这一连串的事情，无论哪件事情都表明有人想要瓦解雪月城。唐门现在立场不明确，雷家堡又遭受重创，想要重回巅峰需要时日，而温家又超脱世外，不与江湖纷争。雪月城3大盟友全都靠不住，2位城主又不知所踪。你若离城而去，雪月城很快会分崩离析。在这棋局之上，我们都是棋子。是啊，可惜下棋的人已经死了，他把雪月城和萧楚河紧紧地绑在了一起。
雷家堡的事情会和无双城有关系吗？以宋燕回的性格，应该不会。只是江湖不大，雪月城失势，定是无双城崛起的最佳时机。这么看，还是有关系的。不过无论什么关系，雪月城和无双城终有一战，这个我会全力以赴去准备的。在这个之前，雪月城靠你坐镇。我明白。哎，马上就要出海了，我这还有点激动呢。你小点声，再让别人听见咱们是没出过海的土包子。像你这么说，你去过？没去过。你也没去过。人这一生若是没见过大海，还真算不得完美。穆公子，穆公子居然也出来闲逛，看来这捕蛇的好手是找到了。差不多了。3位兄弟也尽快做好准备，我们马上就要出海啊！行，我现在就回客栈收拾行李。等一下，我和你们一同前去，顺便逛逛这鱼市。行，走走走。要不咱们晚上吃一顿再走吧？没钱。没问题，我有钱。哎，穆兄弟客气了。哎，那我们去问问珍珠姑娘，这段时间她也帮了不少忙，得照顾一单大生意才行。好说。那是谁啊？看起来不像暗河的人。紫衣蟒袍是大内宦官的服饰，他是宫里的人。穆公子猜得不错啊，此人正是当世5大剑之一，掌剑界解威公公。5大剑之一，他是你们的朋友啊？跟你们一起出海？那我这艘船可真是蓬荜生辉了呀。可惜啊，他是来抓我的。抓你？小左。穆公子，不瞒你说，我师父乃是天启城掌香剑锦仙公公，只可惜我对练武毫无兴趣，更不想净身入宫。一番争执之后，我逃出天启。这2位朋友也是我在江湖上偶遇的，若是没有他们，我连这儿都到不了。只可惜啊，在这儿又要被截住。素闻天启5大剑权势通天，想不到竟霸道至此，强迫人学武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要逼人净身，是，简直令人发指。小兄，既然你上了我的船，就是我的人，我庇护你周全。那就多谢穆公子了。公子，随我回天启吧。跟你回去，那公子不就要变成公公了？你是谁？在下穆春风，青州穆家3子。原来是穆家公子。在下无意叨扰你们穆家做生意，只不过你这队伍中有一位客人从家里逃了出去，我得把他带回去才是。还望穆3公子。那若是我们不让你把他带走呢？这件事，我知道，明剑渊眼，因为剑下防洪过多，戾气过重，而未被列入剑谱的明剑，曾是太祖皇帝的佩剑之一。休想！穆公子，停手！洞千山，洞千山，10大名剑之一，洞千山。身穿金缕衣，手握洞千山，穆家还真是阔气。我看简威公公并无杀意，再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不如这样，你我单独找个地方聊。多年不见，公公还是这么不苟言笑啊。我本是来东极海市府处理公务，
只不过前几日突然接到传书，上面告诉我，你会从这里出海。若论天启城中，谁最不通情面，大家想到的都会是你。可是公公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我身边有一个新建传人，得了雷轰里寒衣真传，离那逍遥天境只有1线之隔。还有个雪月城大师兄，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，再加上那边有穆家相助，公公若想带走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殿下不会以为我出来办差，只是孤身一人吧？那阵仗未免太大了吧？我相信上面给你的旨意一定写着暗中行事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不如这样吧，公公，我们各退一步。3日之后，我们在海边决战。我只派我那雷家兄弟和雪月城大师兄，公公你也只能自己过来。若你能胜过那2人，我就跟你走。3日，公公你可以不相信老七，因为他做事不按章法。你当然也不能相信我二哥，因为他这个人城府太深，算得太细。但是你可以相信我，我是何人？殿下一诺千金，天启城无人不知。好，锦微便和殿下立这3日之约。那我们就不见不散。对了，小子，你跟锦微公公立了个什么约？3日之后在海边决战。决战？他这都信啊？简微眼中的我是那个一诺千金的永安王，不可能用这么卑劣的小手段。唉，这可怜的锦微公公。好啊，你个萧瑟，当时也是这么骗我的，是不是？唉，你们现在可都不能回航了，否则萧瑟就要被那个太监给抓走了。千洛，不是让你回雪月城通知3师尊了吗？你怎么又偷偷跟过来了？信鸽就能完成的事儿，干嘛非要我亲自跑一趟？而且你们还说好了在这儿等着我的，还好我没有像那个锦微一样上了你的当。萧瑟，你个大骗子！刘杰，哎，把你师姐抓住，让穆家再送一条船来把她给我送回去。好。做梦！还是算了吧。怂包！你们认识啊？这话应该我问你，你们认识？其实不太认识，只是路上偶遇，千洛姑娘说也想出海一趟，就一同随行了。哦，你肯定是看千洛师姐长得漂亮，才带她一起的吧？怎么会？在下只是敬佩姑娘年纪轻轻，却有一览沧海之心愿，甚是钦佩呀。那如果千洛师姐天生生的不美，你还会千里迢迢的带她同行？那应该不会了，毕竟路途遥远，多带一个人，就多一分累赘。那你可知，千洛师姐此行并不是为了看海而来，而是为了一个人。什么人啊？他。好了，别闹了，让人看笑话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哎，对了，穆兄，你之前里面穿的是什么呀？那锦微公公一剑劈下来，你就跟没事人一样。嗨，那是我穆家的金缕衣。金缕衣？金缕衣，穆家珍宝，刀枪不入，毫无破绽。不管是10岁孩童还是军武壮汉，穿在身上都出奇的合身。这么厉害，我都没有听说过。那是因为它的价格实在太过昂贵，没人负担得起，以至于它的铸造者吴六甲和机关门全都破产了。剑是李肃王铸的洞千山，甲是吴六甲造的金缕衣。青州穆家真有钱。嗨，钱财嘛，都是身外之物。这话就只有有钱人来说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该好好聊一聊了。你要聊什么？聊一聊你们究竟是谁？我们之前不都已经说过了？你们一个姓雷，
一个姓唐，倒也能自己分辨方位。你的那点观星术能派得上什么用处？哎，叶姐姐，叶姑娘，你不是随大将军一起回天启了吗？我不是真心想回去的，便找了个机会出来了。那你真心来这儿是？自然是为了助他。父亲怎么想我不知道，我只想助他回到天启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帮过你。不，因为我们是朋友。对，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朋友就应该远赴万里的互相帮助。你倒是开心了。许久没见了。啊，许久不见了。那个，你又漂亮了。哈哈，叶姑娘年纪轻轻，能力却超过那些经营观星术几十年的大师们。我还纳闷儿，你为何愿意来我这儿应招？原来也是为了枭雄啊！正好，我们去三蛇岛是有地图的。叶姑娘，你就随枭雄一同登岛吧。多谢。枭雄，你想我几日后来接你？我还能活几日？5日。那就7日。7日后来接我。好，7日后我会准时来接诸位。诸位一定要平安的活下来。多谢穆公子。多谢。我会。这就是大出主在地图上说的暗流吗？对，前面就是暗流。梁无忌，小心！抓紧，快点！大人抓稳了！抓紧我！寒色静悄悄，转身江湖路迢迢。天外雪飘飘，冷月的滚烫云知道。人间风萧萧，尘世影不觉思渺渺。宿命了一了，平心而动开怀言表。跋涉千万里，惊涛踏歌这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本皆了。果然是海外仙山。风芒同行，天涯海角，下一通逍遥，有曲脚不寂寥。累死了，我可没空欣赏这些什么美景。我现在只想好好找个地方睡上一觉。这样的美景，没有了仙人才可惜了。海外有仙人，
可乘云而起，御风而行，其天下共存，与日月同老。说的大概就是这样。贵客临至，荣幸之至。仙人，冒昧拜访，还望仙人见谅。这些年，已经很少有人能来到这里了。既然来了，便是缘，何来的冒昧？哎，这仙人看起来挺好接触的，咱们走。我总觉得这仙人身上有种很熟悉的气息。你见过他？好像见过，又好像没见过。还不知道你们从哪儿来？啊，我们是从北离过来的。北离，许久不曾听到这个名字了。啊，仙人知道北离啊？我不仅知道，北离是我的出生地。我曾经在那儿待过一段很长的时光。看来你们赶了很长的一段路，大家都很疲惫了。既然来了，就别强撑着了。多谢仙人。哇，哎，仙人，您能不能不用手指我，请您摸一下我的头顶？为何？啊，书上说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，我想得长生。从前有一个人希望我摸他的头，然后呢？后来我把他修到的山崖地上击碎了。啊，那个，要不然还是指一下吧。哦，点一下我的眉心就好。所以说是二位有事寻我。为何猜测是我们二位？他们三人虽然身心疲惫，但气息醇厚，睡一晚上即可恢复。可二位有所不同，一个气息紊乱，就快要死了；一个天生有缺，应该早就死了。果然是神仙，连脉搏都不需要拔，看一眼便知道他们的病机。先生说的没错。你身上有一股很熟悉的气息。仙人，我们见过。你不用叫我仙人，我叫莫一。莫一先生，你究竟是仙人还是？哎，我已经60有4了。啊，你看起来跟大师兄差不多大，果真是神仙啊！我师父曾经告诉我，仙人境界有所不同。如今的我，只能算得上地仙。地仙，所谓地仙，就是能改地上之事，改不了天上之命。先生，那我们的事儿算地上之事吗？自然，他们俩我都能医，也都可以医。那太好了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神仙也会谈条件啊？自然，我助你们成地上之事，你们得帮我改天上之命。前辈要改什么天命？我要一个离开的人，重新回到这个世界。我们如何帮得到前辈？你最多只有3日，明日我向你们要一样东西，你们若给了，我便医好你。什么东西？到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了。莫一先生，请问你可曾见过我师父百里东君？
他1年前离城而去，说是要到海外仙境，求得一位酒饮。不知先生可曾见过他？我很多年前见过他，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。他酿的酒很好喝。自从那一次别离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或许他骗了你们。3日之后，我给你全新的体魄，你们给我想要的东西。这算哪门子神仙啊？还要跟我们做交易？你去寺庙求平安，也要烧上3炷高香。更何况我们是有求于仙人，付出点代价也是正常的。不过我实在好奇，我们身上有什么是仙人所需要的？我倒是有个想法，比起仙人来说，他更像我们江湖当中传言的另外一种境界——神游玄境。对，可静坐闭目，神思却畅游在千里之外，乃是逍遥天境之上的一品至高境界。就连我师父都未曾到过这个境界。而莫一先生的御风而行、瞬息而移的身法，更是与这神游玄境很是相像。不管是神仙也好，神游玄境也好，我总觉得这个莫一怪怪的。我跟随国师起剑咒修行过很长一段时间，他身上的气息与国师很像，似出自同一道门，甚至他身上的道家仙气更胜于国师。可是提到愿望的时候，他的眼神突然变了。变什么了？游仙堕魔，不寒而栗。这位莫一先生，跟我们想象的有些不同。那怎么办啊？萧瑟的性命只剩下3日了。先经过起变吧，看看这3日之内我们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呢。你们待在这儿，我去找我师父。哎，大师兄，你放心吧，我了解我师父的，他只要答应了，他一定会做到的。我相信他一定在这个仙山里。我也认为百里东君来过这里。师傅，我们能帮他吗？你是神仙吗？我不是神仙，我只是个普通人。那老先生要买我吗？我可以帮你葬了你妹妹，但不会埋你。你只需做我的徒弟，跟随我修道。修道？修道是修成神仙吗？若我修成神仙，能救回我妹妹吗？我做不到，也没见过能做到的人。但你以后会比我厉害太多。我不及你，没资格说可不可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徒儿叫莫一。莫一。若依，昨天你说莫一和齐天辰身上的气息很像，难道他也出自青天剑？国师在进入青天剑前，曾拜黄龙山修仙士清风道人为师。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，清风道人晚年的时候收过一名小弟子，那名弟子天赋惊人，短短3年，他的修为和造诣已在门内排得上前2，仅在国师之下。可那时国师已经修道16年，他却只用了3年。3年？他若继续留在北离，日后定可成为天下第一。可是，
他却坚持要出海寻访仙缘。天武帝萧绎于乱世之中挥剑而起，建国北离，后国祚延绵200余年，至明德帝一朝，国力强盛，四方来拜。明德帝有一子，名萧楚河，排行第6，天纵奇才，本是太子的最佳人选。然4年之前，明德帝胞弟琅琊王涉嫌谋反，被判斩刑。萧楚河当庭为其争辩，触怒龙颜，被贬为庶人，流放青州。太子之位悬而未决，朝中其余皇子争斗不断，使得朝局动荡，天下不安。而遭到流放的萧楚河却失了行踪，多年来下落不明。明德20年秋，寒水寺忘忧大师作画，以此为引，震动整个江湖的黄金棺材事件拉开序幕。老板，您看，咱这雪乐山庄开了都快5年了，现在这连客房都在漏风。您看，您要不要花些银子把这客栈给修整一下？这样还……你懂什么呀？我萧瑟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2字。咱们雪落山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历史。要是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那就更显风雅。这正是旅途中人所热衷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？等等，老板不会想把客栈给卖了吧？这大雪都下了好几个月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马上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，等这客栈一卖，咱哥俩没钱没地方，岂不是沦落街头？哎，来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咱这客栈白送给人家，人家都觉得破。这再说了，这老板的境界，岂能是我们这一介俗人所能懂的？你看，雪下这么大，咱们能看到的，就是一片白茫茫。这老板呀，他能看出来意境，这就叫做文人骚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准备吟诗了。生意不景气啊，要不还是把客栈卖了吧。来客人了。哎，
这个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。你看清楚，他穿的这身衣服红得很特别。这样的料子，除了天启城玉绣坊这样的大铺子，否则要进一批料，都得把整个店铺卖了才行。杰克，好嘞。这位客官，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，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醉煞百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1碗阳春面，1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？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1碗阳春面，1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都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呀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起开！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肉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。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谷，是这雪落山中的老板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10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。我这身袍子，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运便运了1个月，110两。买我个袖子都不够。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奸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，正是。雷无杰是谁？不知道啊。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号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
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明正。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极，给我剁了他！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，当然，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少年梦逐浪如风，相信千万年轮，好坏曾遇伤痕，闯荡才算人生。狂曾见棱角，激昂青春，它是我岁月风刃。天涯凌云尽所。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哎，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这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，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
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你可得留下。哦，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，然后。前任，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师尊这次托我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